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以及瑞士媒体《世界周报》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三在华盛顿的一次晚宴上宣布了宏伟目标：美国将修建印太跨洋铁路，就是说，拜登将引领美国修建一条连接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跨洋铁路。Well, we're going to win and we're going to help. We have plans to build a railroad from the Pacific all the wa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. We have plans to build in Angola, one of the largest solar plants in the world. I can go on, but I'm not. I'm going off script. I'm going to get in trouble. 他最后的讲话很诡异，为什么脱稿讲话会遇到麻烦？难道是个读稿机而已？稿子是被人先写好，他必须老老实实念。他不是美国总统嘛？还是如坊间传说的，他只是个提线木偶？还是他老年痴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讲些什么？他知道太平洋及印度洋是海洋吗？问题实在太多了。难道这就是抗衡中国的美国版新一带一路，或者是新丝绸之路？因为在过去，美国及欧盟都宣布过宏伟的基建计划，他们称之为民主版的一带一路。比如2021年12月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高调宣布高达3000亿欧元的 Global Gateway 全球门户计划，其目的是抗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。不过好像再也没有下文了。同在2021年10月份，拜登宣布美国版的高达2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计划，维修2万英里公路以及1万座桥梁。不知道现在进展如何？我们看看福克斯新闻啊，拜登的讲话很快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对这一想法的怀疑。一位推特评论者称之为海洋列车。在推特上有人说这是拜登的大胆的倡议。我们看看推特上读者如何看待拜登先生的宏伟跨洋铁路计划。我们看第一位，2008年加州对一项90亿美元的债券授权投了赞成票，以建造全美第一条高速铁路。该计划是建造一列电气化火车，在2小时40分钟内连接洛杉矶和中央谷地，然后是旧金山。但15年过去了，没有铺设哪怕1英里的轨道。相关高管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该项目。下一位，90亿美元的债券是用来骗纳税人的钱的，投资太多无法退出，所以现在纳税人不得不付出更多来资助另一个虚构的数额，永远都不够，他永远不会收回成本。下一位，该项目是100%的成功，这叫做腐败。下一位，这肯定是洗钱行为，应该被审计，加州失控了。下一位，政府手笔下的道歉。下一位，他为什么会因为脱稿而惹上麻烦？下一位，我脱稿了，我将陷入麻烦。这句话指出了令人震惊的含义，特别是在考虑到有一个木偶大师存在的时候，有人在拉线。操纵事件的概念让人深感不安，需要仔细思考。下一位，拜登的铁路从太平洋一路横跨印度洋，然后是贴出的地图，特别搞笑，对不对？下一位，他不是总统吗？脱稿了，为什么会惹上麻烦？谁找他的麻烦？下一位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统，有其他人在主持大局，操纵他。下一位，他想在赤道经过的地方修建一条铁路，听起来就像最棒的重建更好计划。下一位，是啊，一条浮动的铁路。下一位，妈的，他吃了猛药啊。下一位，根据拜登的讲话，这个人画出了从美国西海岸跨越印度洋直达非洲的铁路线。太强大了，哈哈哈哈！下一位，这比特朗普的建墙计划要雄心勃勃得多。下一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竟然有拿习主席来搞笑的图片，很不够意思啊。下一位，他没有计划中国可以在24小时内建造一个火车站，华盛顿甚至不能在24小时内获得批准。可能需要24天，甚至更长时间。德国知识点评
这位读者对西方国家的办事效率太高估了。下一位，也许乔拜登是个超级天才，呵呵呵。贴出这张图的人挺有才的啊，估计呢是位知道中国文化的华人吧。我猜他是引用《孙子兵法》的一句话，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但这张图上的文字大意是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的敌人也不会知道。我们刚才看了福克斯的报道及推特上读者的评论后，我们现在来看看瑞士媒体《世界周报》对此事的报道。美国总统乔拜登有宏伟计划，他想用一条铁路连接2个大洋。美国总统乔拜登确信，就世界政治而言，印度太平洋是未来一个关键地区。当然，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。在这方面，美国有很多计划，正如他在保守派选民联盟的演讲中透露的那样，我们有计划建造一条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铁路。拜登没有说横跨2大洋的铁路会是什么样子，以及什么顾客群会喜欢乘坐这几千公里的火车旅行。他也没有说这条铁路线是否会绕过澳大利亚，或者是否最好穿过澳大利亚。美国总统对听众说，他可以列出更多的大型计划项目的例子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如果他过分脱稿，事后就会陷入麻烦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可以看到报道很简短，但读者评论还是不少的。我们来看看。第一位，我一直有种感觉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非常看不起我们，非常嘲笑我们。他们把我们当成绝对的好东西，把我们完全当作傻瓜。是拜登，他年事已高，射杀了一个又一个；是贝尔伯克，就是德国女外交部长，他也射杀了一个又一个。劳特巴赫作为德国卫生部长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不健康，还有无数的其他例子。下一位，拜登是个疯子。下一位，如空中楼阁的宏伟计划，也许他应该首先修复他自己国家的铁路网。美国甚至连货运都搞不好，而且连高速铁路网的影都没有。下一位，这是假消息，难道愚人节又到了吗？下一位，美国应该规划一下自己的国家，他们插手世界各地的事情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美国控制的领土。美国完全脱离现实，即使这样的火车是可行的，但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最后由谁来支付，以及这条线路要经过的各国是否同意。下一位，是的，37%的人认为拜登做得很好，45%的人会再次投票给他。他把钱浪费在他的选民和绿色想法上，党派政治和战争贩子，仁慈的将军，给世界带来美好的前景。只是他失去了理智，但也有好的党羽吗？下一位，他一定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当他的顾问吧？用女权主义建成的铁路线将相距数十万公里的国家连接起来，我非常佩服。下一位，应该把这个拜登从椭圆形办公室赶出去，把他安置到一个养老院里，让他每周5和他的同龄人一起玩宾狗游戏。下一位，如何通过铁路跨越太平洋？这样的东西又是如何建造的呢？对了，所有国家中，恰恰是你美国，今天它的基础设施处于一个非常可疑的状态，能成功的实施这样一个项目，我真的不能再把这个乔拜登当回事了。由于他的年龄，这个人的情况真的非常糟糕，而这样的人坐在核武器按钮前，我们应当相信他。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不容乐观啊。下一位，我也有计划把瞌睡虫乔赶下台。下一位，拜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加修饰的事实，人民是由民主选出了这个人物，但他显然不会执政，他没有执政的能力，体力上他也失去了能力。但是谁在真正管理这个国家呢？没有人问起或抱怨这个事实。不管怎么说，都不是当选的这个乔拜登。下一位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最终让这个不讲道理的老年疯子总统闭嘴？但是心甘情愿的深层政府傀儡必须是一样的愚蠢和笨拙，但却听话的老朽。下一位，垂暮老人他自己国家的问题还不够多，希望造物主能拯救我们。
使我们不必再忍受4年这个军火工业的傀儡。下一位，拜登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，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的区别，让火车圈过2大洋，但他幸好没有宣布任何更多的蓝图。谢谢你，上帝啊，快收走他吧。下一位，看来不仅仅是他不听话的儿子亨特在吸毒啊。下一位，是在他把世界带入第3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？他的民调结果在美国处于自由落体状态，而这个战争贩子还想再次成为美国总统，你应该知道这点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看几条世界周报推特上的读者评论。第一位，现在美国人在模仿中国人，但这样是行不通的。在美国，某种肤色的罪犯太多了，所以每列火车上必须配有10名警察，以确保安全。下一位，恕我直言，他是来自特拉华州的美国公民，他们自己都搞不清该国西部的地理位置。下一位，这是拜登版的丝绸之路吗？下一位，给他加大药的剂量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拜登放出豪言，美国要修建印太跨洋铁路的报道及读者评论就到这里。从我内心我是非常期待美国能兑现这个豪言的。我想世界也非常欢迎美国干实事，但就是不知道这位美国总统是不是又头脑不灵活，又在说胡话呢？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不要相信某人说的，要相信某人干的。